局张局长、赵副局长，我们的贵宾，today we have three special guests from United States. They come from the U.S. CDC. Three special guests. They help Taiwan to control the rabies disease. We appreciate. In past 1 week, they have a long trip to observe some rabies condition. And today we are very welcome and appreciate them join this press conference this afternoon. So 等一下哈，我们是针对今天早上狂犬病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第8次的会议，还是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一下早上的这个第8次会议的进行的状况。那除了疫情的报告之外，我们防疫的一些措施也跟各位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里头说明。那另外一个，今天早上的中心的指挥中心的会议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邀请的美国 CDC 的这几位专家来观察有关台湾这个狂犬病的疫情的状况，然后根据他们的经验跟过去的这个知识呢，来帮忙看一下我们对这一次疫情的检诊，还有采取的防疫的措施，以及所执行的这一些防疫的策略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那当中在中长期的部分，如何进行主动监测，以及将来是不是要针对这一些野生动物，在口服疫苗这边大概会如何来进行，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会针对这个部分经过密集的跟我们的机关署、还有防检局、还有系卫所的这些同仁几次的讨论之后，我们大概已经可以归纳几个他们具体的建议意见。所以等一下的报告呢，分别会请防检局张局长，还有机关署的庄副署长，然后接着下来，我们的专家从美国 CDC 来的专家，会由 Dr. Warren 来代表，将各位报告他所看到的跟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为了方便各位，我们今天也特别由机关署罗医师来帮忙各位。有牵涉到人部分的议题，由罗医师来帮各位来做传译。那如果碰到动物的议题，由我们动物科技研究所的杨副所长来帮各位服务。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就先请张局长来向各位做报告。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午安哈。那我首先来报告一下，到昨天为止，我们嘉义卫生试验所针对这个狂犬病的检测的情形。那昨天嘉卫所一共检测了22例的样材，那其中3例确诊为狂犬病哈，那分别来自台东县的这个卑南乡、池上乡以及东河乡各1例。那另外有19件都是阴性，包括10例幼獾。分别来自高雄市、苗栗县、基隆市以及新竹县跟花莲县，另外有2例白鼻星，那3例松鼠以及前鼠、家鼠、猫、犬各1例，所以整体而言，到8月20号为止，我们检测的食动物、野生动物一共有429例，那其中这个97例幼獾是确诊为狂犬病，其他的都没有检出哈。那案例发生的地点没有新增，还是9个县市，44个乡镇。那感染的物种还是以幼獾为主哈。那我们可以看这张整个的表可以看到犬只我们目前有482件，猫有27件，食肉目的野生动物一共检测了429件。那这里面有97件幼獾是阳性的，其他的野生动物检测了216件都是阴性的。除了1例前鼠之外，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检测的件数已经达到93件，除了台东市东河的那一件，台东市那一件之外，其余的92件都是阴性的。在食肉目的野生动物里面，还是以鼬獾为最大宗，有342件，那这里面阳性的有97件，白鼻星其次有73件，都是阴性的。那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就是昨天我们有先跟美国的 CDC 的专家就狂犬病的防疫的措施来跟他们交换意见。那过去的1个礼拜诚如我们刚刚王副主委所提的，我们有安排美国 CDC 的专家到苗栗，到我们南投的特生中心，到屏东科技大学，到台东，到花莲去看我们一些野外的这个鼬獾的一些分布的情形，还有相关的单位的实验的一些情况。那美国 CDC 的专家也带了他们在美国用的3种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口服疫苗的这个空白的饵料来做试验。那待会他们也会把这个结果稍微做说明。到目前为止呢，这3种饵料呢，对我们的对象动物鼬獾是没有吸引力但是狗跟猫跟这个白鼻星会对这个饵料有兴趣。所以有关这个口服疫苗的这个部分呢，未来还需要比较完整的、长时间的一个研究才能够评估它的可行性。那另外，针对这个野生动物的主动监测的部分，这次美国的 CDC 的专家也提供了很多给我们宝贵的意见那都会当做我们未来做主动监测规划的一个参考。另外呢，针对这个未来做监测的时候要去了解这个我们的野生动物族群里面，这血液里面有没有这个狂犬病的抗体的这个部分，有关检测的方法的部分。那美国 CDC 的专家也会在未来会派专家到我们台湾来协助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检测的量能那接下来我还再报告一点，就是8月26号，我们会在国内召开狂犬病的防疫措施的座谈会。那这个地点会在这个台北的国际会议中心102室来召开那这一次的这个座谈会，我们邀请包括国内的专家学者、动物保护的团体、兽医团体，还有动物防疫机关、医护人员等一些利害相关人士来参与，希望能够加强意见交流跟沟通，然后凝聚共识。更重要的是给予我们这个防疫的措施一些建言。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座谈会来凝聚共识，推动全民共同防疫那在那天的会议的时候，我们也会在101室用一个视讯，让记者呢可以来随时旁听我们会议进行的情形。那么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会开放让媒体拍照。那么会后我们在5点半的时候我们预计会议在4点半结束。那么5点半的时候，我们再来举行记者会，把当天的一些会议的这结论呢，来跟各位媒体朋友来报告。那欢迎到时候大家来采访那我以上先报告到这里。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我今天大概简单介绍以下3点。第一个是会介绍有关我目前人用疫苗跟免疫球蛋白的使用情形。那第二个是会简短介绍我们目前高风险族群的人员，那就施打铺路前疫苗的一个状况。那最后一部分就是报告有关我们就是遭动物抓咬伤之后的铺路后的疫苗的接种情形。那目前整个人用疫苗的部分，其实在已经进了42000剂的一个剂量。那到目前为止已经使用了12000剂，还有29000剂那预计可以使用到年底。那如果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随时去更新这些数据，如果有需求的话，会再加订这个疫苗进来。那另外有关人用的血清的免疫球蛋白部分，那目前也都储存有297人份，也足供到年底。那第二部分要跟各位介绍，就是有关我们在高风险人员的铺路前的一个疫苗的施打情形。那经过我们3波，那到这个礼拜是第4波的这个人员的施打，总共已经有超过3500人的人员已经接种至少1剂。那在我们的有一个疫苗的接种系统，也有超过70%的人已经接种第2剂了。那
我们在逐步的希望在9月10号之前，这3500人在第3剂都可以打完。那在最后一部分就是介绍有关我们动物抓咬伤的这个狂犬病疫苗的一个申请的核可情形。那昨天核可54件，那这已经降到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啦，就是说以前可能一天可能申请或者核准使用在200件左右，那现在已经降到54件。那我们预期希望就是说这个如果目前的状况不变的话，大概每天应该大概就是逐渐就是稳定，大概是这个数字啊。以上报告。Thank you. My name is Ryan Wallace. I'm a veterinary epidemiologist with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their rabies program. I would like to first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Taiwan CDC and Council of Agriculture for their generous hospitality during our stay here in Taiwan. Our 3 teams were able to work together over the past 2 weeks to identify clear strategies for rabies control. 我协助翻译哈。谢谢大家，我名叫莱恩·华勒什哈 ，Ryan Wallace， 我是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狂犬病计划的兽医流行病学家哈。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台湾疾管署及农委会的邀请及接待，并与我们的团队在过去2周一起工作期间哈，找出台湾狂犬病控制的策略。In a very short time perio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reemergence of rabies has been extremely swift and comprehensive. Surveillance systems to detect rabid animals have been in operation since the first report of rabies, and these systems have collected invaluable epidemiologic data. The laboratory response to be able to diagnose a disease that was previously not recognized in this country has been equally impressive. The U.S. CDC has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our collaborators to provide advice on how to improve rabies surveillance methods and bolster laboratory capacity. 在很短的时间内，台湾政府对于狂犬病重现后的紧急应变是非常快速而且全面的。从首例狂犬病动物病例开始，用于侦测疑似罹患狂犬病动物的监测系统就已经在台湾建立。这些系统已经收集许多宝贵的流行病学资料。台湾在狂犬病检验方面的紧急作为，对于诊断像狂犬病这种在台湾已经绝迹多年的疾病，这样的作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一直与我们在台湾的合作伙伴保持紧密联系，以提供各种可以改善狂犬病监测方法和提升检验量能的建议。Because this is a newly recognized disease in Taiwan, it is important that people understand how dangerous exposure to the virus can be, with mortality rates reaching nearly 100% if medical treatment is not provided. Thankfully, rabies is preventable if medical care is received prior to symptom onset, with symptom onset typically occurring 45 to 60 days after exposure. 因为狂犬病在台湾是新的传染病，很重要的呢是让民众了解，一旦接触到狂犬病毒，危险性是很高的。如果发病前没有接受合适的医疗处置，死亡率接近100%。幸好狂犬病是可以预防的，从接触到狂犬病毒之后呢，到发病的期间，典型是45到60天。只要在这一段发病之前的期间能接受合适的医疗处置，就可以预防狂犬病。Rabies is acquired through contact with saliva, tears, or nervous tissue of a rabid animal. These infectious materials must make contact with mucous membranes or fresh, open wounds of the person who's exposed. This type of exposure usually occurs through the bite of an infected animal. If one of these exposures were to occur, persons should immediately wash the wound with soap and water and then seek medical attention. Rabies virus does not travel through blood, urine, or feces. Therefore, these substances are not considered to be infectious materials. 狂犬病是透过与罹患狂犬病动物的唾液、眼泪或神经组织接触而传染。这些具有感染性的物质必须接触黏膜或者是新产生的开放性伤口，才有可能传染。这种接触通常是被感染狂犬病毒的动物咬伤。如果这种接触发生，民众应该立刻以肥皂和水清洗伤口，然后就医。
狂犬病毒不会透过血液、尿液、粪便传染，因此狂犬病的传染途径不包括接触上述这些物质。In the event of a potential exposure to rabies, a risk assessment should be performed by a public health 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to determine if further medical care is necessary. 民众如果发生可能传染到狂犬病的接触，应该要由公共卫生专业或医疗专业人士进行风险评估，以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医疗处置。Core principles of rabies prevention include domestic animal vaccinati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 of wildlife reservoir species, and avoidance of suspect rabid animals, and appropriate vaccination practices after and before exposure. We've observed during our time here that public health authorities are successfully implementing all aspects of these principles. 狂犬病预防的核心策略包括家犬、猫等家中动物的疫苗注射、野生动物宿主的监控、避免接触可能已罹患狂犬病的动物，以及在接触风险后进行合理的疫苗接种。我们在台湾期间观察到，这里的公共卫生主管机关正在成功的从各方面实行这些策略。Much speculation has been made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Taiwan ferret badger rabies virus. Preliminary data on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is virus indicates that it may not be new to Taiwan. However, further testing is still required. The Anim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is performing further tests so we can hopefully answer these questions. 针对台湾鼬獾狂犬病毒的来源，已有一些假说被提出。根据初步的病毒基因结构资料，显示狂犬病毒已经在台湾一段时间了，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家畜卫生试验所正在进行更多的检验，来帮助回答这些问题。The full extent of the rabies epizootic in Taiwan is not yet understood in its entirety. Further testing of rabies suspect animals and focused studies must be conducted before we can understand the extent of the disease spread. For this reason, all counties, districts, and cities in Taiwan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potentially have rabies in their wildlife populations, and exposures should be reported to medical providers and public health. 台湾动物狂犬病疫情的全貌还有待完整的了解，要更进一步检测可能罹患狂犬病的动物，以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了解狂犬病在台湾传播的范围。因此，台湾各县市乡镇的野生哺乳类动物，应该都要被当成可能潜在狂犬病毒。民众与这些野生动物有具传染风险的接触时，应该要就医告知医生，并且通报卫生单位。The speed and skill with which the Taiwan CDC and Council of Agriculture have displayed during the response to the rabies reemergence is impressive. We hope to remain involved as more is understood, and we will be available to consult as public health colleagues as needed. We'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Taiwan CDC, Council of Agriculture,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for being gracious hosts during our 2-week stay here.